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长诗《侠客行》是大诗人李白的名篇之一，其中描写的是不是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呢？众说纷纭。但是这大诗人对侠客的敬仰那是表露无遗。接下去呢，大诗人李白还用了个典故来说明什么样的侠客才是自己心中最敬佩的。那么他们是谁，又有着怎么样的精彩故事呢？《侠客行》接下来的词句呢是这样的：闲过信陵饮，脱剑西前横。将至弹珠害，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清。眼花耳热后，意气速弥生。旧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选贺大梁城。纵死峡谷乡，不惭世上英。公元前257年，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此时呢却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野心勃勃的秦国打算是一举拿下赵国，这秦军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这一路便打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在赵国岌岌可危之际，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本想赤膊上阵以卵击石，但最后不仅救下了赵国，还给秦国统一全中国的步伐按下了暂停键，可谓是力挽狂澜。不然估计全中国早就被秦昭王给统一了，也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的什么事儿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在这场堪称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中信陵君的身后赫然站着两位侠客的身影。信陵君是魏国人，是魏国国君的弟弟，自己的姐姐呢嫁给了同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所以这一个呢叫对方姐夫另一个呢叫对方小舅子，两个人关系不一般。两国是亲戚，那么赵国有难呢，自然要向魏国求救。这魏王也没有含糊当时呢就派了大将军晋鄙率领1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上路了。可是走着走着呢，这魏王突然变卦了下令军队原地待命。原来这魏王是受到了秦王的恐吓你要胆敢帮助赵国，就抡起我这沙包大的拳头下一个收拾你们魏国。这魏王一听立马就怂了。而赵王这边眼看着魏国的援军是迟迟未到，而秦军的虎狼之势是兵临城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转。看到国家有难，身为赵王弟弟的平原君呢也按耐不住了赶忙派人给自己的小舅子信陵君去了封信。这秦国要打过来，你就是不救赵国也得救你姐呀，要不要出兵这个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办。信陵君魏无忌是个侠肝义胆之人立马回信：姐夫这事儿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这赵国有事儿，魏国绝不会坐视不理。话是说出去了，这信陵君回过头来就发现自己的哥哥魏王简直被这秦国吓破了胆。这好说歹说，魏王死活就是不肯让军队再往前走一步。信陵君一看这个架势这魏王压根儿指望不上一气之下干脆自己带着魏氏门人准备了100多辆战车，打算是亲自奔赴赵国，就算是羊入虎口以卵击石，也要跟你秦国拼个你死我活。虽然这信陵君这么做十分的莽撞，但是呢也说明这位君子的为人是仗义豪爽。信陵君门下有食客3000，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他礼贤下士招揽过来的。据说当时就是因为信陵君贤德，门下宾客众多，才让各诸侯国10多年来不敢出兵谋取魏国。在这些个宾客当中有这么一位叫做侯嬴的老头70多岁了，家徒四壁，穷的那是叮当响。当初在魏国首都大梁城做了这么一个守城门的小吏。信陵君听说此人是隐士，就一心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宾客，于是派人带上厚礼去问候他，以表示敬意。没想到自己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侯嬴非但没有感激，反而说道：我修心养性几十年，品行高洁，有口皆碑就算当个看门的，也不会因为穷就收你的东西。信陵君想了想，觉得这是因为对方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于是就特意办了个宴会，邀请了一大帮的贵宾。等到所有的宾客坐定之后，公子这才亲自驾着马车溜出上座的位置，到城门去接侯嬴。
看到信陵君亲自驾车来接自己，侯赢这才整了整自己的一身破衣烂帽，径直的上了车，这招呼也没打一声，这一屁股便坐在了上座，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信陵君呢，则手握着马缰绳很是恭敬。侯赢又对公子说：“我有位朋友在街上做屠户，能不能麻烦您的马车跟我绕道去拜访他一下？”信陵君满口答应，驾着马车来到了街市。侯赢下了车，与自己的朋友朱亥两个人是相聊甚欢站着聊了很长时间。侯赢故意将公子晾在一边，自己暗中是目不观察，发现这公子脸上非但没有露出任何异样的表情，反而是更加的和蔼。此时，魏国的王孙贵族和宾客坐满堂上，苦等着最重要的宾客一到，好开宴。这边呢，街市上人们看着公子是亲自拿着马缰绳等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头。行人无不侧目而视，议论纷纷。跟随公子的卫士们恨的是牙根直痒痒心想：你这个老家伙，你这不是蹬鼻子上脸吗？只有信陵君的表情是始终不变。直到两个人聊够了，侯赢这才辞别了朋友，回到了车上。回到信陵君的府里公子呢将侯赢请为上座，并逐一的介绍给大家。众人呢这才知道，原来公子竟然亲自驾车去接这个老头去了。像公子这样礼贤下士，能不让人感动吗？宴会上当众人喝得酒酣耳热之际，公子站起身来到侯赢面前，亲自举杯祝他长寿。这时候侯赢借机呢对公子说：“我今天呢把您难为的够呛，我不过就是个看门的，有劳公子亲自驾车到闹市去接我。本来呢我不该再去拜访别人，可您呢还特意陪我去看朱亥。我是想成就您的爱士之名，才故意让您的车在街上逗留了很久，又去拜访朋友，借此来观察您的表现，而您却越发恭敬。街上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小人，而认为公子您是个大度之人，能礼贤下士我拜访的那个屠户朱亥是个贤人，只是一般人不了解他，因此埋没在屠户当中。说起这个朱亥信陵君曾多次拜访过他，可每次呢他都是爱答不理。公子觉得这个人挺奇怪的。顺便说一句，朱亥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朱和猪同音，名字里呢还有个亥，这亥也是12生肖里的猪。估计呢他们家是屠户世家，他爹就想儿子呢子承父业，继续做杀猪这个行当，所以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吧。言归正传，那这个时候信陵君带着一帮人马呢准备出城。走到城门时呢，见到了侯赢。信陵君把自己准备与秦军拼命的事儿一股脑的告诉了他，最后是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口气与侯赢告别。可没想到侯赢却说公子您一个人去吧，我上了岁数了，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走了几里路，信陵君是闷闷不乐心里一直在琢磨，我这平日里待你侯赢如此尊敬，天下人谁人不知？好嘛，眼睁睁看着我去送死，你倒好，没有一言半语的挽留，难不成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吗？这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又驾着车子回来了。没想到侯赢正笑呵呵的等着自己呢。见着信陵君回来，开口便说我就料到公子您要回来，公子善待世人，名闻天下，现在赵国有难，您就想着要跟秦军拼命，这与拿着肉去喂饿虎有什么区别呢？您还要我们这些个宾客干啥呢？想到公子您平日里对我奉为上宾，您亲自率兵出征，我却连句送别的话都没有，我猜您心里肯定觉得蹊跷，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公子一看呢，这都什么时候了，这老头还有功夫在这卖关子，肯定是有妙计，赶忙向他请教。侯赢避开旁人，悄悄地对公子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而最受宠爱的如姬可以自由出入魏王的卧室，他是最有机会偷到兵符之人。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他重金悬赏杀父仇人只可惜这苦寻3年都未能替父报仇。这魏王也是爱莫能助，后来多亏公子派人将他杀父仇人的脑袋砍了下来，恭敬地献给了如姬。如此大恩，如姬是没齿难忘，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报答您罢了。只要公子肯向如姬开口，他一定是有求必应只要能弄到虎符，退秦救赵，这可是五霸一般的功业那么如姬会不会如侯赢所料，冒险去盗兵符呢？这一切正如侯赢所料，如姬果然顺利地将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了公子。拿到兵符，信陵君正要拜别侯赢，这侯赢却再次将他拦住，说道：“
公子，你有没有想过，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公子就算拿到了兵符，如果晋鄙不肯把这兵权交给您，而转向去向魏王请示，那么到时候公子您可就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此时可以派上用场，他可以跟您一同前往。这晋鄙若能够听从您的指令，那固然好；倘若不从，朱亥便可当下杀了晋鄙，以免后患。此话一出啊，公子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侯婴赶忙问道：“公子因何而哭啊？难不成是怕死吗？”这公子擦了擦眼泪，一叹气：“哎，这晋鄙是位颇有威望的老将，恐怕他不会轻易交出兵权，听命于我。这样看来，我势必要将他诛杀。想到这儿，我难受的哭泣，哪是怕死啊？”于是信陵君起身去请朱亥。朱亥听闻，大笑说：“我不过是个市井屠夫，公子却经常亲自慰问我。那么之所以没怎么搭理你啊，是因为小的礼节没什么大用。现在公子有急事儿，这才是我为您出生入死的时候啊。”于是呢，就跟着信陵君一起走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公子拜别了侯婴。侯婴说：“我本应当同您一同前往，可是年纪老了，力不从心。我估算您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呢，就会面朝北方自杀，以此报答公子对我的知遇之恩啊！”就这样呢，公子与侯婴是洒泪而别。信陵君率领自己的亲信是一路快马加鞭，很快便来到了魏军驻扎的邺城。信陵君取出魏王的兵符，并假传魏王的命令，让晋鄙立刻交出兵权，自己是全权代理。晋鄙核对上兵符却心生狐疑。此时呢，朱亥从袖中抽出了40斤重的铁锤，趁其不备，一锤便将晋鄙击毙。只可惜这忠心一片的晋鄙，最终是白白的搭上了性命。正式接手了晋鄙军队的信陵君，考虑到与秦军开战，双方是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于是呢，开始对军队做出调整。他下令，凡是父子2人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凡是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可以回去。家中独子没有兄弟的呢，则需要回家赡养父母。最终挑选出了8万精兵。这魏国的军队没有了后顾之忧，个个是奋力杀敌，很快便击退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边界上迎接信陵君。赵王向信陵君一拜再拜，说：“这自古以来的贤人，没人能赶得上公子您呐。”另一边呢，魏王因信陵君偷取兵符，矫诏杀死了大将晋鄙而大发雷霆。公子也知道自己回去的是凶多吉少，这魏王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干脆就遣散了魏军，让军队自行撤回魏国，自己呢则与门客留在了赵国。再说侯婴辞别了信陵君之后呢，估算到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时果然面朝北方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虽贵为王族，却能为看门的赶车，为杀猪的送礼，为救自己的亲朋，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可以看出信陵君确实是位贤德侠义之人，而且这6国是靠着合纵连横抵御秦国。如果他同魏王一样呢，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就会轮到魏国自己了。窃符救赵呢，不仅保全了赵国，也阻挡了秦国吞并6国的步伐，实际上是维护了6国整体的利益。而侯婴和朱亥更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面对强秦能够义字当先，挺身而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3人的义薄云天，侠骨柔肠，成就了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难怪他们的壮举也激发了大师李白的侠客梦呢。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